欢迎收听。今天咱们要深入聊一部，挺有争议的电影，就是2026年真人版的《秒速5厘米》。我相信很多人肯定都忘不了新海诚2007年的那部动画原作，对，太经典了。短短63分钟，就把那个青春、距离和错过，那种酸涩感刻画的淋漓尽致。是，樱花飘落的速度成了一个符号了。没错。所以我们手里的这些影评资料，其实都在绕着一个核心问题打转。哦，什么问题？就是一个超过2个小时的真人电影，它要怎么去改变这样一部动画经典？它到底是画蛇添足，还是说真的为这个我们都熟知的故事增添了某些，就是说动画给不了的新层次？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它已经超越了单纯评价电影好还是坏这个范畴了。咱们这次要看的是2种完全不同媒介之间的一种翻译过程。翻译，对，动画是抽象的、诗意的，就像一首朦胧的短诗；然后真人电影呢，它是写实的、具体的，更像一部长篇小说。我明白了，把诗改编成小说。没错，关键就在于，当这首诗被改编成小说的时候，形式彻底变了。那个最初打动你的内核还在吗？还是说它已经变成了另一个故事？这个比喻太贴切了。那要回答你们这个问题，咱们可能得先看看这2种形式到底有多一样。资料里最直观的一点就是真人版的时长，从63分钟一下子暴增到超过2个小时。对，这个变化太大了。但是这一点就彻底改变了故事的节奏和讲法，对吧？多出来的这1小时，导演到底拿来干嘛了？我看到影评里说，观众的反应是冰火两重天。是的，分歧非常非常明显。咱们先说喜欢他的人。好，支持者普遍认为这部电影成功的延展了原作的情感深度。他们觉得人物不再是动画里那种有点符号化的形象了，感觉更真实了。对，更像我们身边会遇到的人。影评特别提到，电影为成年后的桂叔和明梨之间那种想见又不敢见，想说又说不口的张力，做了非常多的细节铺垫。比如呢？比如他们各自的工作、生活圈子，这些东西在动画里就是一笔带过的嘛。对。但在电影里，这些都成了塑造他们性格和困境的一部分。所以很多观众觉得，电影对距离、时间和错过的呈现反而更有共鸣，甚至在某些片段被感动到落泪。我能理解这种感觉，动画的表达很凝练，但有时候会感觉离我们的生活有点远。真人本把它拉回地面，可能会让一些人觉得更扎心。但反过来看，批评的声音是怎么说的？是不是觉得节奏太慢了？你完全说中了。我猜肯定有人会说，原作那种短小精悍的冲击力没了。批评者最常提到的一个词就是拖沓。他们觉得原作就像一杯意式浓缩，劲儿特别大，对，每一口下去都是强烈的情感冲击。而真人版呢，为了填充时间，加了很多日常生活的细节，反而把这种浓度给稀释了，变成了一杯手冲。哈哈，这个比喻好。虽然风味层次可能更丰富，但对于追求那种一击即中感觉的观众来说，味道就淡了。而且还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吧，就是动画里那种独一无二的美学，樱花雨、空旷的车站、雪地里的列车，这些在动画里是情绪的象征，是心境的外化。对，可一旦变成真人实景，他们首先得是现实，那个诗意可能就打了折扣。这正是最核心的批评点。有原作的铁杆粉丝在网上直言说，真人版并没有比动画更有意义，甚至觉得它破坏了原作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留白。留白。动画的美感就是说，很大程度上在于它没有把所有事情都说透，给了你巨大的想象和情感投射的空间。我们每个人都能在桂树的孤独里看到一些自己的影子。所以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根本无法两全的赌博。怎么说？导演要么就得忠于原作的意境，但可能会拍出一部空洞的、只有风景的散文电影；要么呢，他就得背叛原作的留白，用具体的剧情、对话去填充它。但这样一来，那个最核心的、需要观众自己去体会的魅力，可能就没了。他选择了后者，对吧？他选了后者，而且是一道道走到底。
真人电影的特性决定了它必须去填补这些空白。演员的每一个表情，每一句没说出口的台词，场景里每一个道具的摆放，都是在给出具体的答案。于是问题就来了。对，咱们今天真正要探讨的问题就来了。这种填补究竟是升华了故事，让它更完整了吗？还是削弱了它原有的那种独特的魔力？这个事儿可能没有标准答案，完全取决于你作为观众更想从这个故事里获得什么样的体验。好，那咱们就顺着这个填补的话题，来深入聊聊影评材料里最精华的部分。真人版到底在哪些方面做到了动画没能做到的事儿？它填补的这些细节真的有价值吗？很有价值，尤其是在呈现语言之外的情绪方面，这一点非常关键。语言之外的情绪？对，你想想，原作动画其实非常依赖内心独白。没错，全是内心独白。我们听到的是桂树心里在想什么，然后配合着画面和音乐来理解他的情绪。这是一种很文学化、很抽象的表达，但我们其实很少能从他的脸上看到那种细微的、复杂的内心挣扎。动画人物的表情毕竟是画出来的，表现力有极限。那真人版是怎么做的？他靠的是演员。演评里提到一个细节，桂秀在车站送别明里后，他没有像动画里那样只是一个悲伤的远景。镜头给了饰演者木村贝斗一个特写，他先是露出了一个如释重负的微笑，仿佛完成了人生中一件天大的使命。但这个微笑只维持了不到1秒就垮掉了，瞬间转变为一种无法掩饰的对未来的恐惧和茫然。这种复杂的情绪转换是内心独白我很难过这4个字完全无法替代的。真人表演让我们看到了角色说不出口的那部分。我有点明白了，动画是告诉我们角色在想什么，而真人版是展示给我们看，让我们自己去解读。对，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得在这里提个反对意见，这种展示不会反而限制了观众。有意思，你说说看。动画之所以有那么强的代入感，不就是因为它足够模糊，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孤独投射进去吗？一旦你把桂树的孤独展示得太具体，比如他在哪个便利店买哪种便当，那就不再是我的孤独了，而是他的孤独。这会不会反而削弱了共鸣呢？你问题非常尖锐，也正是很多原作粉丝的疑虑。但影评的观点是，这种展示带来的是一种不同维度上的共鸣。不同维度？它从情绪共鸣转向了情境共鸣。简单来说，真人版让我们更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沉默，为什么会选择退缩。动画告诉我们他们感到孤独，而真人电影则向我们展示了他们是如何一步一步活成了孤独的样子。这种从告知到展示的转变是真人化最大的价值之一。而且这种展示在处理主角成年后的生活时就显得更有力量了。这就接到下一个点了。动画第3部分对成年桂树的描绘确实很碎片化，对，更像了一种情绪的流动。我们看到他在电脑前工作，茫然地走在街上，但他的具体生活是模糊的。对，真人版就把这些模糊的地方拍得非常实在，比如桂树在办公室里和同事那种格格不入的疏离感。他深夜独自一人在便利店，对着琳琅满目的货架却不知道该选什么的迷茫。他手机通讯录里有很多人，却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这些细节都很扎心。影评认为，电影把那份未完成的告白在他心里到底有多重给具象化了。它不再仅仅是一个青春的遗憾，而是变成了一个沉重的锚，拖住了他整个成年生活的轨迹。所以观众不只是感觉到他的失落，而是能切实地理解他为什么会活成这个状态。就是这个意思。这么说来，它确实加深了故事的现实主义色彩。那除了表演和剧情细节，资料里还提到了声音和音乐，这方面有什么新玩法吗？我们都知道，原作里作曲家 Tamman 的配乐，尤其是那首 One More Time, One More Chance， 简直就是整个故事的灵魂。是的，动画的音乐是经典的背景音乐，它的功能是烘托气氛，引导情绪。对。但资料提到，真人版的新配乐在设计上更贴近现实的听觉体验，它不再仅仅是画面的配衬，而是作为连接回忆和当下的桥梁。
这个怎么理解？这其实是一种很高明的心理技巧。就像你在一家嘈杂的咖啡馆里跟朋友聊着天，突然听到背景音乐里有一段熟悉的旋律，一瞬间就把你拉回到10几岁时的某个下午。我懂，那种感觉非常奇妙，记忆像是突然侵入了现实。没错儿，电影就是用这种方式把记忆处理成一种侵入式的体验，而不是一个简单的闪回镜头。比如一个场景里可能同时出现现实中的对话声、街道的嘈杂声，然后一小段熟悉的旋律会悠悠地飘进来，像是从角色的脑海深处渗出来的一样。哇，这种设计让观众更能带入人物活在当下的心理变化，真切地感受到过去的回忆是如何在不经意间纠缠和影响着他们现在的每一个决定。听你这么一分析，感觉这部真人版确实在很多层面都下了功夫，做了非常深度的思考。那么最关键的人物原作者新海诚本人怎么看的？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听了观众的2集评价，也分析了改编的新层次，但亲爹的认可分量肯定不一样。根据这份资料，他的反应非常耐人询问。是的，他最初的感觉是有些不自在。不自在？他形容这感觉就像是把自己日记里没写完的部分交给了别人去续写。哈哈，这个形容这很好理解，自己的作品被别人用另一种方式重新解读和呈现，肯定会有一种被窥探的复杂心情。等等，所以他一开始其实是有点抗拒的，感觉像是我的孩子被人暴击乱改了。可以这么说。但看着看着，他自己反而被感动哭了。这反转也太有意思了，这几乎是给了改编团队最高的认可啊！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明。影评分析说，这说明真人版在某些层面上确实触及到了原作者想表达，但在动画这种媒介的限制下，无法完整传递的情绪。或许新海诚自己也想看到，如果桂树和明利真的存在于我们这个3次元世界，他们的犹豫、他们的挣扎、他们成年后的疲惫会是什么样子？然后这部电影给了他一个可能的答案。对，而且这个答案让他自己也动容了。所以综合来看，这份影评给出的最终结论是，这是一部勇敢的改编。勇敢的改变，他没有偷懒的去复制动画的唯美画面，而是试图回答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如果这些人物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现实世界里，他们会怎样面对这一切？它的价值就在于用更具体、更生活化的方式，把一个诗意的象征变成了一个触手可及的生活故事。是的，但资料也同样明确指出了它的局限性，咱们不能回避这一点。当然，首先，动画特有的那种极致的诗意画面和视觉叙事，是2次元独有的魔法，真人版确实无法完美复制，这是肯定的。其次，对于习惯了原作那种快节奏、高浓度情感冲击的观众来说，真人版更写实的节奏可能会显得冗长，情绪爆发力不如原作那么集中。最后一点，也是最难逾越的，就是原作粉丝心中的那道坎儿。对于深爱原作的人来说，任何改编都可能是一种冒犯。没错，对他们来说，真人版可能永远无法取代动画在心中的地位。但这其实就是这次改变必然要面对的取舍。你选择了写实，就必然会失去一部分诗意；你选择填补空白，就必然会压缩观众的想象空间。这部电影勇敢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也必须承担这个选择带来的所有后果。它不是为了取代原作而生，而是作为原作的一个平行时空而存在。说得真好，平行时空。所以真人版的秒述5厘米似乎就存在于现实与梦之间。他用真人的语言、对话和生活细节，把那些在动画里含蓄象征的情感给说了出来。它不再只是关于樱花飘落的速度，也关于成年人在拥挤的地铁里脸上那种无法言说的疲惫。这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值得你继续思考的问题。咱们这次的探讨展示了动画的抽象诗意与真人电影的具象写实之间的一种权衡。是的，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讲述关于错过、等待和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情感故事时，呈现更多的细节一定是更好的选择吗？
还是说这类故事真正的力量恰恰在于那些被留白、未曾言说，需要我们用自己的经历和情感去填补的空白处呢？你有什么想法或者喜欢的片段吗？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我们一起交流。拼集也别忘了点赞、分享与订阅频道，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得更多关于娱乐圈新闻、影视、动漫与书籍内容的更新。